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妹。最近我感覺有遇到中年危機了。一方面是我轉行做 AI engineer 了以後，發現做 AI 工程師其實也沒有多深的技術護城河，其實還是很容易被替代的。我看到其他很多人，他們可能在公司裡都是混得比較高管了，就至少是總監級別的。有的人也是創業自己開公司，搞得風生水起的。所以就覺得職業上遇到了瓶頸，所以對中年危機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深入的研究。這期視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這個話題方面我做的一些思考和研究吧。主要是讀了3本書，一本是《幸福曲線》，第2本是《中年之路》，第3本是《重啟人生》。我想從書中去尋找一些人生困惑的一些答案吧。書裡也給了一些答案。這期視頻我總結了一下，想跟大家分享，希望給你們也有一些啟發。那一般我們說中年危機，它是指40歲到60歲差不多這樣的區間，是人生壓力最巔峰的一個階段。職場競爭已經非常的劇烈，所以很多都已經提前到35歲就開始有這樣的職業焦慮了。它本質上來看，中年危機是4個維度。第一個維度是心理維度，它也是中年危機最核心的一個邏輯，就是我們在年輕的時候，比如10幾歲、20多歲的時候，對未來是有很多的期待，很多的幻想，大家普遍都是會對自己有比較高的期待的，不管是事業上、財富上，還是說家庭上面，對未來有很多憧憬。但是到40歲以後，大多數人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天花板已經出現了，自己不會再像年輕的時候，剛入職場的時候可以一直晉升，就會碰到自己的職場天花板。你可能突然意識到自己未來很難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了。這個是中年危機最核心的邏輯。第二個方面是社會的維度，因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僅經濟上你有可能會去需要支持你的父母、你的子女，情感上也需要給很多的關懷、很多照顧，就對於自己個體的一個主體性就會被淹沒了，你就不再是你自己，你是其他人的父母，你是子女，对社會責任是比較大的，自我的價值感會比較少。第3個方面是存在主義的維度，書上說叫死亡覺醒。10幾20歲的時候，一般大家不會想到死亡這件事情，或者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，但是你到了中年以後，你會意識到人不是老了才會死，是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會死的。尤其到中年，就是可能同齡人意外過世的事情就會越來越多，就死亡就不是一個很抽象的事情，是一個具體的一個觀察，就你在身邊能看到很多例子，你就會有一種生命的緊迫感，時間的緊迫感，你覺得再不做些什麼，這輩子就結束了。你會忍不住去算，如果按正常的壽命的話，我還能活多久？所以這方面也是對生命意義的一個終極的一個拷問。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本書上給了我們什麼答案。第1本書是《幸福曲線》，作者 Jonathan Roach。幸福曲線這本書，它是用大量的數據，經濟學、心理學一些統計數據，它告訴你中年危機它是一個全球性的跨物種的一個客觀的統計規律，一個現實。不光是我們人類，像很多動物身上都會有中年危機的這樣的一些表現，所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生理性的一個反應，跟大腦的一個成熟的過程是有關係的，而不僅僅是生活的一些壓力。可能大部分的人到中年這個階段，他回顧起自己年少的時候，他想到自己以前的夢想是沒有實現的，在看未來的時候，他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機能都在下降，未來的時間也越來越少，就會有一種錯覺，覺得日子只會越來越糟。所以這是一個很自然、很普遍性的一個規律，大家都会有這個感受。當一個人年齡更大了以後，比如說他50幾歲，甚至60歲，這個時候大腦處理負面情緒的系統就會變得不那麼敏感。人年齡大了就會更關注一些積極的信息，去減少對人生遺憾的一些糾纏，把注意力放在人際關係和當下的體驗，去更多的能夠做到活在當下。所以《幸福曲線》這本書它最核心的一個觀點就是，這是一個自然規律，就是人對幸福的體驗是一個 U 型的一個形狀，
在年少的時候和年老的時候，幸福感都會比較高，中年的時候是覺得最不幸福的時候，所以這是一個特別普遍的情況。書上有些感受我覺得很有共鳴。其實中年危機用危機來描述並不是特別合適，因為危機你感覺好像是一個災難需要處理的一個情況，這樣一個危機。但實際上大部分人的一個感受就是會覺得有點消沉，有點比較平淡的這個感覺。書上說，危機意味着有什麼東西壞了，而消沉意味着你只是在爬坡。你感覺到不是因為你的人生正在毀滅，而是因為你正在為一個更有韌性、更平和的下半場進行系統的重新布線。這本書給的4個核心建議，第一點就是承認低谷的合法性，告訴自己我現在不開心是很正常的，是生物性的，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，大家都一樣。書上說，如果連不用付房貸、不用擔心被裁員、不用管孩子升學的黑猩猩也會經歷中年危機，那麼這種不適感就一定是進化的產物，而不是你個人的無能。第二個建議就是降低預期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達，就是當前的幸福感是等於現實的一個狀況減去我們的一個期待。書上說，20歲時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值高得離譜，到了40歲，即使你已經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巨大成就，但由於仍然低於你20歲時的幻想，你的大腦會反饋一種失敗感。這種痛苦不是現實太差，而是你的預期太高了。所以第二點，我們可以適當的降低預期。第三個建議，停止社會比較，意識到別人展示的只是已經經過剪輯的一個生活。書上說，我們總是拿自己平淡的幕後花絮去對比別人剪輯過的精彩預告片。在中年，這種比較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落後感，即便你其實跑在大多數人前面。書上最後的一個建議是，等待是最好的策略。其實我們什麼都不做，只需要一些耐心，等大腦完成這個階段的一個重組、進化，幸福感自然會回来。當你不再追求擁有一切時，你才真正開始享受當下。那我們再看第二本書，是 James Hollis 的著作《中年之路：從苦難中尋找意義》。這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說，它把我們分為2個成年的一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，我們都是活在別人的期待裡面，它叫做第一成年期，就是為了迎合社會的期待，迎合他人的，比如說父母的、伴侶的一個期待，我們去做的是一個虛假的自我，是一個戴上面具的自己，是一種社會化的產物，是為了生存和得到認可，但這並不是我們真實的本質。第二個成年期，就是我們可以去尋找真實的自我，去成為你本來應該成為的人，不要再去指責你的原生家庭，或者說任何其他人，意識到你的人生劇本是自己去書寫的，所以自己去承擔自己人生的責任。在人生的下半場，你可以不用追求快樂或者成功，而是去追求生命的一個豐盈，就活得更有意義，生命活得更充實，更加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。整本書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達到自我的覺醒。書上說，我們必須在某個時刻問自己，除了我的頭銜、我的角色、我的財產，我是誰？如果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，那麼我們其實從未真正活過。中年之路是一個邀請我們從臨時的生命邁向真實的生命。在前半生，我們是為了生存而活，為了別人的眼光而活；在後半生，我們必須為了意義而活。你無法通過逃避痛苦來獲得自由，你只能通過穿越痛苦來獲得它。我們就好像拿着一張在童年時期繪製的地圖，試圖在一個完全陌生的荒野裡導航。這張地圖上標注着安全、正確、順從。然而到了中年，我們發現地形變了，森林消失了，高山出現了。此時我們感到有恐懼，是因為舊地圖失效了；我們感到迷茫，是因為新地圖還在繪製中。但請記住，正是這種迷失，才讓你第一次有希望看到真正的風景。這本書我覺得還是比較有意思的，它是相當於不停的去讓你拷問自己的內心，你想要的究竟是什麼？你究竟是誰？比較哲學的一本書，覺得也能引發一些思考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那我們再看最後一本書，是哈佛大學教授 Arthur Brooks 出的《重啟人生》這本書。這本書是基於很出名的一個理論基礎，是心理學家 Raymond Cattell
提出來的，就是有2種智力，一種是流体智力，另外一種是晶体智力。流体智力是指推理、分析新問題、快速学習和創新的能力，它在20多歲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巔峰，但是在40歲之後是可以感覺到明顯的下降。這個是流體智力。晶體智力是利用過去的知識、經驗、洞察力來解決問題的能力。這種智力它會隨着年齡增長而增長，甚至在70、80歲的時候才達到巔峰。所以這本書給我們的核心建議就是想要重啟人生，最關鍵的就是從第一條智力曲線，就是流體智力，靠快、靠猛、靠創新能力、推理能力，這種流體智力跳到第2個智力曲線，就是晶體智力，更多的是靠智慧、靠整合資源、靠教導別人這些方面的能力，也就是晶體智力。他就說，你不需要跑得比年輕人快，你只需要看得比年輕人準，能做一些關鍵的決策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。就調整自己的工作模式，不要試圖一直成為那個在舞台上跳舞的人，而要學會慢慢的做在舞台下面去編排、去指導、去籌劃舞台的人，從執行者變成教導者，從創新者變成資源整合的人。書上還有比較有趣的觀點是，前半生我們一直在做加法，我們增加很多技能，增加薪水，增加一些社會頭衔升職，但是到中年我们會越來越多的需要做減法，就剝離掉那些我們只是為了一些虛榮心想要去達成的目標，剝離掉那些不是特別有意義的社交，因為我們必須要誠實的面對人，生命是有限的，然後把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。書上說，前半生的人生就像畫一幅畫，你不斷的在畫布上增加色彩、增加線條、增加細節，這是一個加法的過程，你在構建你的身份。而後半生的人生應該像雕塑大衛像，你面對的是一塊巨大的大理石，你的任務不是往上面粘東西，而是不斷的鑿掉那些多餘的部分，鑿掉虛榮，鑿掉不必要的社交，鑿掉那些別人強加給你的期望，直到最後你真實的自我才顯露出來。總結一下這3本書吧。如果你是覺得為什麼我這麼慘，可以看看《幸福曲線》這本書，了解中年危機只是一個客觀的規律。如果你想搞清楚我這輩子到底是為了什麼，那可以看一看《中年之路》這本書，可能會對你有些啟發，去思考自己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人。因為我們在中年還有機會去改變。如果你是擔心職場競爭力下降，被大環境、被年輕人淘汰，那可以看看《重啟人生》這本書，想想怎麼樣從流體智力變成靠晶體智力、靠經驗、靠洞察、靠決策來調整自己的工作模式。那關於中年危機的話題就到這兒，你有什麼想法的話，歡迎在評論區下方留言，我們一起來討論。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，請幫忙點個讚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